专精看我3招，我叫你杀爆！又一个勾脚降临传说战场，就是今晚女友加没人，来不来？布莱特啦！这英雄绝对是最屌刺客，没有之一。T0之灵比盘音苏黎更屌，可是你真的玩对他，或者真的会玩他吗？别慌，这一次直接教你3招，里面连招、口诀、心法什么都有，看完就跟专精跟 SS 一样啦。最好的出装奥义魔文，最通俗易懂的，让你明白他的技能怎么点法顺序，最适合搭配什么英雄压制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好好享受吧。多谢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最好的出装，这个英雄最适合的路线呢是打野，因为他的这个整理野区的速度呢是数1数2快的。更何况他吃的是普攻，既然吃普攻又是打野，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打野装方面呢，会选择的是打野弓。可是呢，千万别在一开始就把它合上去第3阶啊，先合上去第2阶，然后第2件我们出的是一个攻速鞋，同样的为了它一个攻速很吃普攻嘛。第3件呢，既然又吃普攻，我们就何不打暴击呢？所以来一手圣剑，增加自己的暴击伤害啊，还有就是自己的暴击率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自己的3阶野弓给它合上去，因为这个时间点差不多你要叠上去20层了。那3阶野弓合完之后呢，就之后到我们的这一个角斗士了啊，角斗士长矛给它出完之后呢，就出一个我们飓风双刀。飓风双刀能够弥补我们这英雄没有魔防鞋所造成的一个韧性被控制的问题。同时也是攻速还有暴击的一个有加成。完了之后呢，就把你角斗士给合上去做一个天虫云之刃啊，最后再补一个复活甲，那就妥了。如果觉得小装备麻烦呢，小兄弟呢不需要管小装备，直接跟着左上角的出装顺序，那也是可以的啊。那在我们的奥义方面呢，左边会塞的是一个暴怒，为什么不是觉醒呢？我们需要这暴击率，同时也需要攻速，两者取舍的话，前期如果有暴怒的话，我们又有那么多攻速装备，就能够两者都兼具了。所以说奥义左边塞暴怒，中间的话呢就是精灵夺萃隔绊啊，完了右面就是一个我们标配就是一个龙爪，增加自己物理穿透了。那之后的话呢，就是魔纹方面的。魔纹方面的话，用的是死亡诅咒，使得这英雄呢能够在不断攻击的时候呢，同时打出魔纹的效果。下面的话呢，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强化恢复，其他的都是拿来增加自己的攻击力，使得这英雄更容易能够在 gank 的时候呢有成功的。那我们呢，说完了最好的出装奥义魔纹之后呢，就到我们的专精3招了专精第1招是什么呢？专精第1招高潮前戏了。那在说专精第1招之前，必须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描述告诉大家套技能主到底是什么，要不然他听不懂。不过不会跟着稿子读的，而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呢。那在被动方面，我们这英雄呢就是很简单根据攻击范围呢去调整自己到底是远攻还是近战那在一技能方面呢，就是一个有点像谁有点像拉兹的2技能，就是一个波动拳，打完之后呢，你会有一个小的位移。不过我们一技能可是有2段的可以打2段的，甩一次可是会有2段伤害那2技能的话呢，就是顺进去一个你的敌人身上有点像这一个刀锋宝贝的大招。那大招方面呢，就是让自己拥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开启之后，如果3秒之内你把其中一个目标给击杀了的话呢，那该目标给你的任何伤害都会变没有掉血量全部给回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你的这个远程普攻还有你的一技能呢，都能够附加印记在敌方身上当你近战的时候呢，普攻就会造成敌方真实伤害，
而这个真实伤害高低呢，就根据你到底叠了多少层这一个被动，最高是5层啊。那说完啊，简单介绍完这技能组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了专精3招的第一招啊，专精第一招高潮前戏啊，说的是这英雄啊那么吃他的普攻，那你该怎么样去使用普攻才能打出最高伤害，并且呢使得自己啊去进场完美进场呢？那有2个办法的啊。在进场之前，最基本的是哪一个呢？就是先远攻普攻5下啊，那你就叠出了5层最高的被动啊。同时呢，在普攻的这一个时间又不断的靠近，你在进场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后续的近战普攻的时候呢，打出最高额的真实伤害。那或者要怎么去进场呢？就是先2个普攻，远程的普攻啊，然后一技能刚刚说过嘛是可以有一个像拉兹一样的突进啊。而且呢，你的一技能还可以，如果2段都命中了是可以直接叠3层的。所以2次远程普攻，再加一个一技能，全部命中完了，你一技能还能够有一个后续的突进，直接5层被动那就使得你这一个英雄既能突进，那也能够使得你有叠好满的被动，在近战的后续的作战之中呢，轻轻松松的打出最高伤害。这个就是在进场之前你该怎么去打出一个好的前戏，使得你有一个完美的进场，完美的使用自己的普攻呢这就是专精第一招高潮前戏了。那专精第2招这个就重要了，说的是这个连招光明无限连完整的连招，大家小本子什么都拿出来，快点拿出来了，记下来了。这可是研究了很久的一个心血，直接告诉大家整个口诀哎呀，就是什么呢就是 AA1123 AA 就是一开始2次远程普攻，刚刚专精第1招说了，然后呢再下11就是刚刚说的一技能2段完了就直接使用你的2技能，2技能就是怎么样像刀锋宝贝的大招，直接顺进对面的身体里完了直接一手大招，这时间点对面已然是残血，可是他还能打得出伤害，所以你开大招，对面后续的伤害你都会直接的收割了他之后化为虚无。那大招完了之后直接再塞3个普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2技能之后一个很好的要点。2技能如果是命中了一技能命中的敌人，他会冷却时间减少那最重要的是2技能以后呢会有3次普攻是有增加攻速的。那所以的话听不明白也没所谓，记得这个连招就行了。AA1123 AAA 全部都得死了，用了一个连招怎么样都得死，而且完了你还不会被打成残血。这就是专精第2招心血光明无限连那之后就是专精第3招了，专精第3招不死布莱特那在专精第3招之前，各位小兄弟都说了那么多的精华的几分钟说给大家了，还不订阅吗？订阅完了还要点个小铃铛而且点个赞吧，点个赞，让这一次看一下能不能破一下500个赞呢各位小兄弟就是等你了欢迎你了。那专精第3招直接不啰嗦，开始了。不死布莱特说的是你大招的开启时间除了刚刚连招说的在2技能之后塞以外呢，你其实这大招千万不要先手使用。什么是先手使用？就像你一个萨尼直接一技能进场，那个就是先手使用了。不要傻傻的以为哎呀我大招直接进场后续的伤害都会直接给回我，其实不会，因为
你只有3秒的时间把敌方给击杀了，你的血量啊被对面扣的血量才会回。3秒真的够吗？男人还是不要太快的好，才3秒雄风，哎呀，这可谁受得了呢？还是我们在后手要吗？后期打差不多打完了才开好吗？这一个也是可以，而且很好的。不过最好的是在中期的时候。什么叫做中期呢？就是对面技能都缴没光有缴一半，可是没缴光。比方说你对一个马洛斯，他拔刀斩用了2技能用了，可是他雷魔阵还没跳又或者雷魔阵跳了2技能用了，可是拔刀斩还没拔对面技能用了一半在中间的时间点你开了，这样你才能吸收火力不然到了真的是最后期了，你才开启大招，你吸收的火力有限。中期你就可以开完吸收完火力，把对面也收割，那对面打你的血量你又会给回了，那岂不乐哉呢？那最新版之中它最适合搭什么英雄呢？第一个就是这一位克莱斯了。在我们挥舞剑气的时候呢，非常需要这克莱斯的击退来帮助缓解被突袭的压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爱丽丝了。在我们突袭的时候呢，爱丽丝不仅仅可以给予我们加跑速，而且还能让我们增加护盾，并且沉默对面，使得我们有更好的发挥空间那压制什么英雄呢？第一个就是佛洛伦了。佛罗伦的连招需要这个冲进敌方的近战团释放，虽然灵活，可是我们能够远攻伤害范围让他无处可躲，并且的话还能有一手大招呢，让这个佛罗伦非常难以找到空隙入场。压制的第二个英雄呢，就是赵云了如果你打赵云的话呢，哎呀，真的就像六鬼一样，使用攻击距离手长优势，直接轻轻松松风筝他。可是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第一个就是这一个我们的海雅了。灵活的射手始终占据着主动，并且突进主要靠双腿的我们呢，容易就会被他的大招呢需要全盘给接受了。那压制我们的第二个英雄呢，就是这一位我们的伊耿士了。虽然比较笨重但是他的近身爆发力还有伤害覆盖范围越大，我们就会显得有点被动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